是淋巴癌，它是 B 型的淋巴癌了。就如果这样1个月的话，就可能1周差不多4000到5000块钱这样子。现在心情不是很好，豆豆确诊了淋巴癌，但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着豆豆的。术后第1天的豆豆，豆豆又来陪我工作了，豆豆。是没有议题的。昨天回来的时候还有流一些血，现在血块都流出来了。头套是为了预防它，要准备要舔。很棒啊，豆豆。可是你这样趴着，我要怎么工作？好，都给你，位置都给你。看医生不能乖一点。干嘛在互相取暖啊？你再抓，永远都不会好。现在有黑色基因的猫都被我关在房间里，让他们2个出来放风。因为黑猫都会舔熊熊的眼睛、屁屁，还有身体。现在心情不是很好，豆豆确诊了淋巴癌，然后现在要去医院跟医生讨论后续的治疗，但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着豆豆的。基本上测染结果它是淋巴癌，它是 B 型的淋巴癌了。首先就是在鼻腔还有在鼻窦这里而且有看很多的液体，还有一些软组织的堆积这一颗堵塞住变成不通畅引起的同样的状况，其实耳朵那边其实也有看到有一些状况在附近的淋巴结包含就是下颌淋巴结都有增大，这点也跟淋巴结淋巴癌是有 match 的，然后胸腺也稍微有一点点大一点。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整体的淋巴癌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可能。对应该就确诊是了。可能就是跟你讨论化疗。就如果这样1个月的话，可能1周差不多4000到5000块钱这样子。这个疗程完之后，一般结束之后，大概猫的顺看文献的话，就是11个月。但事实上，我们很多病患其实做完化疗之后，其实都超过这个时间。如果你要说存活时间，照文献上的话，我们查询到可能就大概1年。你可以去找附件医院，我觉得可以信任的，这没有问题。反正就是说，目前是确诊。好，然后这费用也可以让你回去做参考。好，对这都没问题。虽然第一家医院医生是建议化疗，但因为他报告上面写，其实没有100%确定是B 型的淋巴瘤，那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想说今天带来报告，再去给其他医院的医生看一下。
是等一下要带去给医生评估的豆豆所有的报告。走了，豆豆，我们再去看医生。你干嘛？你不让我走？干嘛？干嘛？我只要说喂药，他就自己过来。啊，太可爱了！他会自己过来让我喂，他知道要吃药。可爱哦。报告要下礼拜一出来，然后挂了癌症权威李继忠医师的号，然后礼拜一再来让他做最后的检查。那医生是说他的淋巴部分是比较活跃，但也还没有100%确定说一定就是 B 细胞的淋巴瘤。那今天要再带他去另外一间医院，让他再给医生评估一下。最主要是等下礼拜细针穿刺的报告，确定是 B 细胞淋巴瘤的话，豆豆就势必要化疗。然后今天再带豆豆去另外一家医院再看一下，好不好，豆豆？今天就知道，应该就会知道豆豆的状况。那当然是希望他只是因为炎症引发的。豆豆。然后台大其实前2天有打电话来，他们的实习医生还蛮用心的，就问了豆豆从我带回来到现在的所有状况，那也跟我要很多的资料，问了蛮多的问题。然后希望今天可以帮豆豆有个准确的判断。到了。都生下来干嘛？都生下来干嘛？你坐在脚上，不能动。豆豆你很棒。我说你很棒，看好，你的豆上就回去了。你不是我身上就要回去哦。要回去吗？要回去吗？去哪里呀，先生？先生，那是别人家。不行！这离开台大啦，非常好的结果。李医师推翻了之前的一些报告，他觉得豆豆现在还小，得到肿瘤几率不是很大。现在就是持续追踪观察，然后再吃消炎药，再看到后面会不会复发。
看，吃出来。